大家好，歡迎返到嚟肥宅嘅頻道。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用補土去填充俾廠商偷咗膠嘅位置。如果你係第一次瀏覽我嘅頻道，我嘅頻道就係主要介紹一啲做基本模型處理嘅手法，同埋我自己改裝模型嘅一啲片段分享。如果中意嘅話，就記得訂閱啦。其實 Bandai 呢幾年出嘅模型構造呢，真係越出越好。咁當然啦，同時偷膠嘅技術呢，亦都係越嚟越高明嘅。如果大家有玩《三國創傑傳》嗰啲 BB 戰士啊，絕對明我講乜嘢啦。當然正常嘅高達亦不能幸免啊。最明顯就係裙甲背面嘅呢啲位置啦。咁當然啦，除咗正面之外，背面亦都有偷膠嘅。咁同時其他嘅位置，譬如膝頭哥嘅呢一啲位置啦，又或者背包嘅支撐件中間呢啲位置，通常都係偷膠嘅聖地嘅。所以今集就係講點樣處理呢啲部分。嚟睇一睇我哋要用嘅工具。今次介紹要用嘅工具就係呢一隻 Tamiya 嘅快乾樹枝補土，佢入邊有 A、B 兩種黏土狀嘅補土嘅，就係咁樣啦。我哋亦都要用到鉸剪一把啦，水我哋都用到少少嘅，唔需要多，咁樣嘅份量就夠噶啦。筆刀我哋亦都要一把，剪鉗我哋係會用得到嘅，最好要用把利少少。打磨嘅工具呢，我會準備打磨棒，最好180號到800號都準備到。咁樣要準備嘅工具就係咁多啦。A/B 補土呢，拎到出嚟就係咁嘅樣，佢會有一個膠膜黏住喺前後嘅。我哋用嘅比例就係1比1嘅份量，咁樣剪拍埋佢一齊剪呢，就差唔多 OK 噶啦，就唔使話你特登用重量去量度得咁仔細嘅。剪咗落嚟啦，撕開咗個膠膜之後，我哋就將兩隻補土混埋一齊，不停咁樣對接。有需要嘅話，濕少少水去捻啦，咁就會冇咁黐手嘅。當個補土嘅顏色變咗得返一隻淺啡色嘅時候呢，咁就可以用噶啦。我哋用頭先一個影片入面嘅正面裙甲嘅部分去做示範，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只要將軟嘅補土攝入去裙甲嘅背面，填補咗佢空出嚟嗰個位置就可以噶啦。填充補土落咗去之後呢，你亦都要留意唔好將補土推咗去側邊，由個件嘅兩邊盡量往外推。如果份量唔夠嘅時候，咁咪加翻多啲咯。當成個需要填充嘅空間都塞滿晒補土之後，我哋就慢慢將補土向個件嘅內面壓。大家留意呢啲時候呢，就一定會有補土走咗去側邊嘅情況發生嘅。唔緊要，我哋趁個補土仲係濕同埋軟嘅時候呢，我哋將佢推返去背面嘅位置，咁就可以噶啦。如果你唔做好呢個清潔嘅動作嘅話呢，你之後打磨嘅時間你就會好痛苦噶啦。完成咗啦，就大概會係個咁樣嘅狀態。大家留意翻，最好好似影片入面咁樣，盡量將個件原本嘅邊位留翻晒出嚟。咁 Bandai 偷得我哋嘅膠，咁我哋亦都當然可以偷翻佢啲膠轉頭啦。拎呢啲平時我哋組裝剩翻落嚟嘅膠邊，用剪將一部分剪咗落嚟先，然後我哋就可以將佢碎上，放入我哋需要填充嘅位置上面。咁當然啦，如果你要碎上嘅話，就用把利少少嘅剪呢，就方便啲嘅。所以我呢一度呢，就用實剪。碎咗出嚟嘅膠粒就可以好似影片咁樣，將佢放喺我哋將佢填充嘅位置入邊啦。就盡量做到唔好超過個件側邊嗰個高度。然後我哋就可以將補土壓上去。留意，其實將補土壓入去空隙嘅位置時候呢，要盡量往內咁樣壓，咁就可以確保入邊成個空間都係充滿補土，而唔會有一啲罅位流咗出嚟。亦都要留意旁邊嘅位呢，亦都需要按一下嘅，等啲補土可以直接黐喺個件嘅背面嘅表面上面。
咁樣兩邊嘅裙甲填充補土嘅部分呢，我哋都完成咗啦。其實喺影片頭先早前我有提及過嘅部分呢，我自己亦都有做一個補土嘅填充喺度。咁等陣間呢，就可以有多幾件件做一個參考啦。如果覺得肥宅嘅影片有用，記得撳個右下角支持一下訂閱啦。1 hour later， 大概等咗1個至個半鐘之後，啲補土就會開始慢慢變爛。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做一個好重要嘅步驟，就係要將多餘嘅補土批走去。因為我哋做呢一個工序嘅目的，只係想填平空咗出嚟嘅位置，所以我哋可以用一個件嘅兩邊去做一個水平點嘅參考。總之高過呢個邊嘅補土呢，我哋都可以將佢削走嘅。咁當然啦，削嘅時候大家都要小心，因為始終筆刀都幾尖下，就唔好戒親自己啦。同時因為補土未完全硬化嘅關係呢，所以削出嚟嘅時候係有機會因為補土未黐實個件嘅表面而將佢撩起咗。如果有啲咁樣嘅情形呢，就要將個補土壓翻落去啦。肥宅就建議呢個時間一定要盡可能削走最多嘅補土。點解呢？因為補土硬咗之後呢，佢個密度其實係好高嘅，要打磨起上嚟呢，要用嘅時間亦都比較長。咁而家可以削得走嘅話，就之後可以慳翻更加多嘅時間。我哋睇一睇呢個入咗廢件嘅裙甲，咁其實處理嘅方法係一樣嘅。首先將高過件件嘅多餘補土就削走啦。喺之前按壓補土嘅同時呢，我哋亦都有可能將嗰啲廢件推離開咗我哋本來放佢落去嘅位置，就好似影片入邊咁樣，而家見到有一粒突咗出嚟嘅咁樣嘅特別狀況啦。遇到啲咁樣嘅情形呢，我自己就會直接將呢一件廢件拎出嚟，然後趁住個補土仲係軟嘅狀態之下，用側邊嘅補土壓翻落去，去填翻呢個吉咗出嚟嘅位置。咁其實因為始終我哋第一次上補土嘅份量呢，就足夠我哋用有突嘅，所以就算我哋填咗呢個位之後呢，啲補土都唔會話唔夠用嘅。3 hours later， 再經過3個鐘之後呢，呢一隻補土就已經差唔多完全硬化晒噶啦。我哋就可以開始用打磨棒將呢一個表面打磨翻去，成為咗一個平面。正如我之前有講過，用啱嘅號數嘅打磨工具呢，就唔會需要花太多嘅時間同埋花太多嘅力氣嘅。喺第一次打磨，我就建議用180號嘅打磨棒。我哋可以偷雞少少，用呢個件本身嘅顏色同埋補土嘅顏色去睇下究竟我哋個打磨做得足唔足夠嘅。即係譬如話，好似影片入邊咁樣，已經可以好分明咁樣睇到個件同埋個補土嘅邊界。咁其實代表個表面已經打磨成為一個平面噶啦。落嚟嘅，我哋只係需要將個平面再打磨滑正，咁就可以噶啦。至於打磨平面就更加簡單啦，就好似我哋平時做打磨一樣。咁我哋用埋400號同埋800號嘅打磨棒上去，基本上個處理就可以完成。咁我呢度就特別建議用打磨棒啦，因為我哋絕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只需要做翻一個平面，咁打磨棒就係絕對比較適合嘅。咁你睇翻我哋入咗廢件嘅裙甲，有機會呢啲廢件係去到一個比較接近表面嘅位置嘅。其實你見到中間有2粒黑色嘅嘢呢，就係嗰啲廢件嚟嘅。我哋唔需要特別處理，照樣用180號嘅砂紙一樣可以磨咗一個平面。去到呢度再補翻個底灰，等大家睇下最尾出嚟嘅效果。結果我係做咗4個參考件嘅示範，咁中間有少少瑕疵位，亦都俾大家做翻一個參考。呢一件件呢，就係入咗廢件嘅裙甲啦。大家睇到中間有個表面呢，其實全部都係平滑嘅，所以有冇廢件浮面對我哋嚟講其實冇乜話太大嘅影響。但係大家留意一下側邊呢一個位呢，就有一個高低差嘅凹凸陰影位，即係話我哋個補土呢係未打磨到同個邊位成一個水平線。補救嘅方法都好簡單嘅啫，就係再磨過啦，磨翻平去，咁就 OK 噶啦。仲有另外就係話近中間支撐點嘅位置，我係未打磨得順滑嘅嗱，大家見到有啲凹凸痕跡啊，咁所以呢一個位呢，其實睇翻出嚟，我係亦都需要再補翻一個翻工嘅打磨俾佢。嚟睇第二個膝頭哥嘅背面件啦，問題亦都係一樣，
個補土呢就未同個邊成一個完美嘅水平線，咁你就會見到有一個高低差嘅位置嘅。之後我哋睇另外一件裙甲啦，嗱呢件就叫做磨得好啲，成個表面呢完全平滑嘅，你睇唔出佢邊個位係補土，邊個位係個件本身嘅邊緣。咁呢一件件呢，我自己就收貨嘅。同樣啦，第4件件亦都係冇乜問題。今日嘅影片呢就嚟到呢度啦。其實講翻多一句，喺補土嘅打磨呢，就係比較消耗打磨工具嘅耐用度嘅，特別係打磨棒或者砂紙。磨完一輪之後呢，基本上你就可以開支新嘅打磨棒或者砂紙噶啦。所以可以削嘅時候呢，就盡量削走多啲啦。今日嘅分享流程，如果有啲咩問題嘅，可以隨時留言，我會再詳細啲答翻大家嘅問題嘅。如果中意呢條片，就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訂閱咗之後，仲要記得撳埋個鐘仔，咁下條片出嘅時候呢，你哋就會收到通知噶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